今天我们来聊聊花生，这种常见的小零食，香脆可口，老少皆宜，更被人们称作长生果。在日常生活中，花生的出镜率非常高，大排档里点上一盘咸香的花生米配啤酒，是再惬意不过的消遣。过年团聚时，瓜子花生往往堆满茶几，象征着丰收和团圆。传说常吃花生可以滋补养生，甚至补肾壮阳，让男人更有活力。但你可能不知道，同样是花生，如果吃得不对，它竟然可能暗藏致癌的危机。现在就让我们深入了解花生的两面，一面是营养丰富、益处多多的健康之友，另一面则是隐伏在角落里的健康杀手。我们还将告诉你该如何正确的吃花生，才能扬长避短，安心享受美味。小知识，很多人以为花生是坚果，因为我们常把它和杏仁、腰果等并列，但其实从植物学来说，花生是豆科植物的种子，和黄豆、豌豆算是远房亲戚。不过由于花生的营养成分和食用方式都和坚果相似，一般人还是习惯把它归入坚果类零食。还有花生的别名很多，像落花生、长生果、番豆等等。其中落花生这个名字非常形象，花生开花在枝茎上，但授粉后荚果会钻入泥土中，结果就像花儿落到地里生出果实，因此得名。也因为它伏地结实、生生不息的特性，民间觉得它象征长久与福气，所以又给了它一个美好的称号长生果。提起花生的好处，首先就不得不说它为什么有长寿果这个美名。花生虽然个头小，营养价值却相当高。它富含优质蛋白质，能为身体提供建造细胞和组织所需的氨基酸，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修复组织创伤。花生中还有大量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油酸。这种脂肪有点像橄榄油里的成分，能降低体内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提升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从而保护心血管健康。此外，花生里的维生素 E 是很强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轻细胞氧化压力，延缓衰老。B 族维生素，尤其是烟碱酸，也叫维生素 B3， 则参与体内能量代谢，对大脉和神经系统功能有重要作用。花生还富含多种矿物质，例如锌、镁、钾、铁等。这些微量元素可以帮助酵素运作，维持心率稳定，促进造血功能，对增强体力和维持生理机能都有益处。难怪民间有句俗谚，常吃花生能养生，吃了花生不想荤。意思是说，花生营养丰富到甚至可以部分替代荤菜，长期食用有益健康。在中医的观点里，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肺经，具备健脾养胃、润肺化痰、补益调气的作用。传统上还认为花生有补肾壮阳的功效，能滋养肾精，强健筋骨。这些古人的说法放到今天来看，也有一定道理。现代研究发现，花生确实含有多种对男性健康有利的成分，例如花生富含精氨酸，这种氨基酸在体内可以转化为一氧化氮 NO， 而一氧化氮是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关键分子。男性阴茎的勃起正是依赖充足的血液供应，因此精氨酸多了，血管充盈，血流顺畅，往往有助于改善勃起功能。难怪有研究指出，经常适量食用坚果，包括花生，有利于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表现。例如，一项欧洲研究让一组成年男性连续几周每天摄取一小把混合坚果，包含花生在内，结果发现他们的勃起硬度和持续时间相较试验前都有明显改善。除了精氨酸之外，花生中的锌元素对男人而言也格外重要。锌是合成睾固酮、男性雄激素的关键元素，充足的锌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性欲和精子品质。而前面提到的维生素 E 则有生育醇之称，能保护精子不受自由基伤害，提升精子活力。有了这些加成，花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男性的天然滋补食品，难怪有人把花生戏称为植物界的伟哥。当然，花生的好处不仅仅针对男性，对于心血管健康，花生同样是友善的伙伴。它含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含量，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花生中的钾和镁元素有利于调节血压，经常吃一点花生有助于维持血压稳定。再加上花生富含抗氧化的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能减少体内氧化损伤，这对心脏和血管都是一种保护。许多研究发现，坚果类食物摄入充足的人群，心脏病发生率往往较低，这其中就有花生的一份功劳。说到抗氧化，不得不揭晓花生身上隐藏的一个秘密武器。很多人知道红酒中含有白藜芦醇，一种强力的抗氧化成分，据称对抗衰老和心血管疾病很有帮助。但你可能没想到，花生也含有白藜芦醇，特别是在花生的红色薄皮，俗称花生红衣中，富含白藜芦醇、前花青素等天然植化素。这些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抗炎抗氧化，具有潜在的抗癌和延缓衰老作用。难怪花生自古就被称为长寿果。现在科学研究也在一步步证实其中的奥秘。例如，科学家发现花生中的烟碱酸、维生素 B3 参与人体内一种叫做 NAD+ 的辅酶合成，而 NAD+ 对维持细胞能量代谢和 DNA 修复至关重要。随着年龄增长，体内 NAD+ 水平会下降，但如果能透过饮食补充足够的烟碱酸，就有助于提升体内 NAD+ 含量，维持细胞年轻的状态。换句话说，常吃富含烟碱酸的花生，从细胞层面看，或许对抗衰老有一定注意。难怪有些媒体标题夸张地声称，每天一把花生逆转大脑衰老。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但也从侧面体现了花生对维持脑部功能的好处。另外，有一项花生的传统用法值得一提，花生红衣补血。许多人煮花生汤或吃带皮花生时，特地不去掉那层红棕色的薄皮，因为民间经验认为花生衣有益于造血。现代药理研究也发现，花生红衣含有促进凝血的成分，能够增加血小板数量，改善血小板功能，并加强毛细血管收缩，对于凝血功能弱、容易出血的人有一定帮助。同时，花生皮里的多酚类物质也是不错的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维持微循环的健康。有人可能嫌花生皮略带的苦涩味，但其实那正是营养的来源之一，不妨试着适应它。当然，花生红衣虽好，也不宜一次吃过多。最好的方式是连同花生仁一起适量食用，润物细无声的补充营养。总的来说，一把小小的花生蕴藏了丰富的营养和保健价值，补充蛋白质和能量，保护心脏血管，延缓大脑老化，滋补强身，对男性朋友更是有额外的加持。看起来花生几乎是十全十美的健康食品。然而，故事到这里仅仅说完了花生光鲜亮丽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花生的阴暗面，那些潜伏的风险，尤其是一不小心就可能谈癌色变的可怕后果。俗话说，福兮祸所伏，再有益的食物，如果储存或食用方式不当，也可能变成伤害健康的东西。对花生来说，最大的隐患莫过于黄曲霉毒素。也许你听过相关的新闻，某地花生保存不当发霉，结果当地肝癌高发，或者某知名品牌的花生酱被检验出黄曲霉毒素超标而紧急下架。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恐怖元凶，你敢相信吗？花生也能毒死成千上万条生命。让我们从一起真实事件说起。1960年，在英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农业界的怪事，成群的火鸡在短时间内离奇暴毙，原因成谜。科学家深入调查后大吃一惊，原来罪魁祸首竟是一批受污染的花生饲料。那些火鸡吃的花生粕里滋生了真菌，产生出剧毒的黄曲霉毒素，导致火鸡集体中毒身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鸡 X 档案，又称火鸡殒命事件，也是人类首次意识到黄曲霉毒素的存在与可怕威力。黄曲霉毒素其实是一组由霉菌产生的代谢毒物，主要的来源是真菌中的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等。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花生、玉米、大米、豆类等农产品如果储存不当，非常容易发霉长菌，而一旦滋生的黄曲霉菌
就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无色无味，凭肉眼和舌头无从察觉，但毒性却异常强大。其中以黄曲霉毒素 B1 最为凶猛，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明确列为一级致癌物。什么概念呢？一级致癌物指的是对人类明确有致癌作用的物质，像香烟、烟雾、砒霜、石棉这些臭名昭著的东西都在此列，而黄曲霉毒素就在其中。可见黄曲霉毒素是当之无愧的癌中之王。黄曲霉毒素最爱攻击的目标就是人体的肝脏，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会让肝细胞反复遭受毒害，造成慢性肝损伤，进而大大增加肝癌的风险。在一些气候潮湿的地区，如果当地居民有吃花生、玉米等自家存粮的习惯，而保存条件又不佳，往往就会出现肝癌高发的现象，这绝非巧合。如果短时间内摄入大量黄曲霉毒素，还可能引起急性肝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发烧，进而出现黄疸、皮肤、眼白发黄、腹水、肝区剧痛等症状，严重时肝功能衰竭而亡。所以黄曲霉毒素也被形象地称为看不见的杀手，一点点剂量就可能积累伤害，长年累月更是祸害无穷。更令人警惕的是，黄曲霉毒素的威胁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5年台湾一款知名花生酱在官方抽验中被连续发现黄曲霉毒素含量超标，导致产品3度下架回收。这一消息令消费者十分震惊，不少家庭主妇开始担心自家餐桌上的花生酱是否安全。可见黄曲霉毒素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它可能潜伏在每一瓶保存不当的花生制品中。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花生的存放和品质，健康风险就可能悄然累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小心吃到了发霉的花生，我把表面发霉的剪出丢掉，剩下看起来正常的花生继续吃，可以吗？千万不行。黄曲霉毒素往往早已经渗透污染整批食物，就算肉眼只看到几粒花生发霉，其余干净的花生里也可能含有毒素残留。面对发霉的花生或花生制品，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全部丢弃，绝不要心存侥幸留下任何一部分再食用。切莫为了省一点点粮食而让自己的肝脏去当过滤毒素的苦工，这种贪小便宜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我们自己。除了黄曲霉毒素，花生还有没有其他致癌风险呢？其实花生本身并不含致癌物质，问题主要出在霉变和不当加工上。不过最近几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值得我们注意。202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研究，指出花生中的一种天然蛋白花生凝集素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肿瘤的帮凶。研究者发现，当癌症患者一次性大量食用花生约250公克，相当于一碗满满的花生米时，体内的花生凝集素含量会迅速上升。这种物质能与血管壁细胞结合，刺激它们释放出2种细胞激素，从而为癌细胞创造出更易转移的通路。简单打个比方，花生凝集素就像替肿瘤细胞搭建快速路，帮助癌细胞更容易的在人体内扩散。听起来有些吓人，但我们需要冷静分析。这项研究强调的是特定人群和特定剂量，只有癌症患者在短时间内大量摄入花生，才出现上述现象。而且进一步实验发现，低剂量吃花生，相当于每天1小把，20-30公克的情况下，对肿瘤转移并没有明显影响。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个研究就因噎废食，不敢吃花生。对于一般健康人群来说，适量吃花生带来的多是好处，而如果是不幸正在与癌症对抗的人，则不建议暴食花生。具体饮食方案还是应该遵照医生的专业建议。谈了这么多癌症，再说说另一种花生可能带来的急性风险过敏，虽然与致癌无关，但仍然值得一提。有一部分人对花生极度敏感，哪怕吃下微量花生碎屑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导致过敏性休克而危及生命。在欧美国家，很多小学的校园里甚至禁止学生携带花生酱、三明治等食物，原因就是要避免让对花生过敏的孩子接触到致敏源。对这些过敏体质的人而言，花生真的是一触即发的毒药。不过话说回来，
花生过敏毕竟属于少数现象，而且是个体体质问题，不能算是花生本身的错。我们大多数人在享受花生美味的同时，更需要提防的还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霉菌毒素。最后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醒，花生虽好，但绝不能贪吃。它的热量相当高，每100克花生约含567大卡能量，一小把剥壳花生15粒左右就有接近100大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一边看电视或聊天，一边不知不觉地不停嗑花生，等回过神时，一小碟花生米已经见底。可是别忘了，热量也在悄悄累积。如果经常毫无节制地吃花生当零食，小心体重和血脂一起上升，长期下来可能带来肥胖和相关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已经有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人，更要控制花生等坚果的摄入量，以免热量过剩使血糖、血脂难以控制。还有，花生含有中等水平的嘌呤，痛风患者大量食用可能诱发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疼痛。花生的高脂肪也会增加胆囊收缩的负担，有胆囊炎或胆结石的人也不宜多吃。总之，任何食物都讲究适可而止，再好的补品吃过头也会酿成苦果，花生也不例外。了解了花生的优点和潜在缺点后，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吃花生，才能既获益又避害呢？其实方法并不复杂，记住以下几点就行。适量适度，每天吃一小把花生足矣，约15至20克，去壳大概15粒左右。把花生当作正餐之间的零食小补即可，而不要一吃起来就没完没了。千万不要一边追剧或看球赛，一边抱着一大袋花生狂嗑，最后吃完才发现相当于吞下了好几碗饭的热量。切忌贪多，任何食物过量都可能带来问题，尤其是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群体，如糖尿病人、正在减肥的人、高血脂患者等，更要严格控制坚果的摄入量，最好事先把一天的花生分量分装好，吃完就收手。总的原则是少量勤吃胜过一次猛吃，细水长流，才能既享受美味又保持健康。保存干燥低温，花生最怕潮湿和高温，所以储存时务必保持干燥、密封和阴凉。购买花生仁或花生制品时，尽量选择包装严密的产品，例如真空包装或经过干燥处理的包装，这样受潮的机会较小。同时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要购买过期或临近过期的花生。买回家后，应将花生存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如果环境湿度大或天气炎热，建议将花生放入冰箱冷藏保存，以抑制霉菌滋生。特别是大包装的花生一时吃不完，更应该分装密封好并冷藏。也尽量不要一次买太多囤积很久，宁可少量多次购买新鲜花生，也不要让它们在家里角落里放到受潮发霉。总之，储存环境要避光、低温、干燥，这样花生才不易变质生霉。发霉立即丢弃，这一点一定要牢记，一粒没变全部报废。每次拿花生时都要留心检查其外观和气味，如果发现花生有发霉迹象，例如表面长出绿色或黑色的霉斑，颜色异常，正常花生应该是淡黄色或红褐色。如果变得灰暗或斑驳，或者闻起来有哈喇味、油脂氧化变质的气味，甚至尝起来出现苦味，那么可以判定这些花生很可能已经受真菌污染。此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正确的做法是整批丢弃，哪怕只有几粒变质，剩下看似正常的也不要留，因为同包装里其他花生可能已经滋生了看不见的菌丝和毒素，继续食用仍存在风险。与其冒着慢性中毒或致癌的危险，不如果断扔掉变质食品，保全自己的健康。俗话说，破财消灾，舍弃一包花生远比治病强得多。烹调方式健康，想要吃得健康，水煮花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吃法。用清水加少许盐和香料，将带壳花生煮熟，制成五香花生或盐水花生，既入味又保留了原汁原味，是许多地方传统的家常小吃。这种烹调方式没有经过油炸或高温烘烤，能最大程度保留花生的营养，脂肪氧化更少，吃起来也相对清爽不腻。将花生煮粥或炖汤也是不错的选择，例如花生红枣粥、花生炖猪脚等，既滋补又美味，
相比之下，像油炸花生米、脆炒花生、糖衣花生等就要尽量少吃了。经过高温油炸，花生的热量密度大大提升，而且反复油炸烘烤会破坏花生内的维生素 B 大量流失，多种抗氧化成分被破坏，甚至产生对身体不利的丙烯酰胺等物质。此外，市面上的调味花生、五香花生、椒盐花生等，通常盐分和添加物含量较高，吃多了对血压和肾脏不利。偶尔解馋少量可以，但不要天天当零食，袋装一包包地吃。少油少盐，温和烹调是享用花生的原则，这样才能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不给健康添乱。最好带皮吃，如果您吃的是带红衣的花生，建议连皮一起吃掉。前面提到，花生红衣中含有白藜、芦醇等抗氧化物质，还有助于造血凝血，所以把那层薄薄的红皮扔掉，实在有点可惜。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花生皮略带的苦涩味，但其实那正是营养的来源之一，不妨试着适应它。当然，花生皮本身富含膳食纤维，吃多了可能会影响消化或者降低食欲，因此也没必要特意剥下很多花生皮来吃。正确的做法是随花生仁一起把红衣咀嚼吞下，每天吃个10几20粒带皮花生，自然就能获得红衣的益处。如此一来，一颗花生从里到外都不浪费，营养价值也更充分发挥。注意加工产品，花生相关的加工食品也要留神挑选，例如花生油，尽量购买大品牌经过精致工艺生产的产品。那些传统小作坊土榨花生油，虽然号称更香浓天然，但因为缺乏现代化的精炼过程，如果原料花生中含有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可能残留在油里而难以去除。长期食用这类未精制的花生油，健康风险很高。不管是长期少量使用，还是短期大量摄入，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油都会对肝脏造成伤害，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肝癌或急性肝中毒。再比如花生酱、花生粉等产品，购买时要选择信誉良好的厂商和新鲜制造的批次，并留意包装上的保存条件说明。开封后的花生酱应该冷藏保存，且避免存放过久。如果发现花生酱表面变色、干裂或闻到油脂酸败的异味，一定要果断弃用。此外，像散装的花生碎、花生糖、花生饼等零食，也要注意查看有无霉变或异常，再决定是否食用。总之，购买和食用任何花生制品都应该保持一份敏感和留意，一旦发现不对劲，就宁愿浪费也不要冒险食用。按照以上这些建议去做，我们就能大大降低吃花生的风险，既不需要因噎废食地拒绝花生这样营养丰富的食材，也不会因疏忽大意把隐形杀手请上餐桌。掌握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花生完全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健康长生果。总结而言，花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营养丰富的健康之友，适量食用花生能为我们提供优质营养，保护心脏血管，延缓大脑老化，尤其还能为男性增添活力，可谓物美价廉的平民补品。一面却可能变身健康隐患，如果储存不当发霉，它可能成为癌症的帮凶。吃得过量或在特殊体质下，它也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不过只要我们提高警觉，选对方法，就完全可以避开那些陷阱。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您能对花生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下次再抓一把花生米嗑的时候，不妨想起这些知识点，既享受了美味，又远离了风险，让花生真正为您的健康和长寿加分。